为什么无需要家己开工呢？因为透过合作，咱会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互代志更较有效。伫执事的过程中，理解沟通的重要性，就亲像你起桥梁同款，会当确保任务顺利来进行，避免误会与困扰。只有通力的合作，才能实现最佳的结果。现在觉得班长有开了这个所谓的 YouTube 里面大家各位真的经常可以去把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常常的可以复习练习，你能够让你自己的第八意识里面产生了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坦白说，在这里面你产生了很多的力量，你的意识有了法意量之后，你其实自己就会产生了就所谓的陀罗尼，也是类似所谓咒语的那种概念。以后班长一讲小我神性小孩，你完全的知晓，这个其实我会觉得是很快的。那我也建议各位师兄姐，可能坦白讲就是多花一点时间，能够把这一些的影片啦制作这么好的，那各位师兄姐花了那么多时间跟精神去把它补脑烧脑，把它制作完成的，能够用心的去把它沉淀听下来。我也想回答一下张师姐所说的那我也请班长还有所有师兄姐们能够基本上能帮我验证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修行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我只有8个字积功累德，进阶升级，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为何来执事？其实就是在度人。对，那在特别班长有讲到，在本部执行盛事。那我会去想预估一下那我斗胆的问一下，请教一下班长或者是所有师兄姐，各位都可以验证。我们做一次启灵的一个盛事我们结的缘，所有释放的跟所有的冤亲债主的部分就3位师兄姐就好了。举例了应该有超过1000万，所有的因果业力还有冤亲债主。应该是超过1000万，这是我保守的估计了。请问一下，你是说冤亲债主的数量吗？是的。那个玉芬师姐已经打字回你了，有。对啊，那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以积功累德跟进阶升级为主轴了我不晓得还有在这世间上我是烧破脑了，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积功累德、进阶升级，坦白讲这个又迅速又能够跟小我去做契合，跟老大，这也是你对着别人做开启小我跟连接高我的这种指示，你在帮助人，你自己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跟这样的一个盛世，跟这样的一个积功累德，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去做更这么有效率、更这么有 CP 值的事情有吗？没有吧？好，玉芬，我有看到你举手我先综合一下，讲解一下刚刚张小姐提的没有错啊，修行不就是为什么要修行？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好，我们有欠人家，我们没有还完，才需要修行嘛。那如果都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何须修行？何须再投胎下来当人呢？所以到最后途径一样的，一定是做事情来还人家嘛。你欠人钱当然要还啊。那为什么跟一般的公庙又不一样呢？做法不一样。第一，我们不需要自己开工去祭祀，那不免红俩基。第二，我们还钱的方式由我们自行决定，自行去处理，而不是被人家安排着去处理。差别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真元又有执事让大家来执呢？这也是老大行的一个方便法门。我们提供一个道场，让你完成你自己的盛事。就是讲你若无钱，你要还人钱，你无法度还。
来，这有工课互你做，你来这做，你就有摕到钱，有法度去还人。我想要说的是，今天你欠人家，你想要还，人家不见得要跟你和解，甚至有时候像我们去城隍庙在请那个城隍爷做主要和解的时候，对方连要跟你谈都不要。我相信姐夫他有分过几次是这样子的例子，他也有这种感觉。那真远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然后用沟通的方式，让你的冤亲债主可以给你有机会，让你去还，然后慢慢的你去完成你的生命蓝图，也把功德给他。那很多的公庙，它是直接就是用烧多少金子啊，或者是你一定要做什么，用强制的方式。所以你今天你在真源修行，我们同样都是在完成生命蓝图。可是在完成生命蓝图的过程当中，它并不是带着恐吓威胁，而是以你能够完成的方式。如果这个你没有办法完成，你答应了你不做，那个反噬的力量反而会更大。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做，可以去实行，不要把太多的那一种想象想了很多，然后不去执行。不是只有真源可以做这些事情，而是找一个你真的适合你的地方，好好的一门深入，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做。那如果你真的跟我们很契合，那你就不放下你的一些成见，好好的来完成你的生命蓝图。以上。副班长，你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说明上次我自己要还冤亲债主这个案例，因为是你帮我问的这个过程你比较熟悉，就验证了副班长说你自己想说人家不见得要跟你谈，那可是要怎么去谈？副班长可以请你用我这个案例去说明。上一次啊，那个姐夫他就是很自发的，就是自己跑去做功德，然后就那一天我们去植碑的时候，他就那个顺便去转送功德。当天知宇在帮姐夫转送功德的时候，一直卡杯，啊不的一直笑杯，完全都就是对方他要的不只是这样子啊，他不要这一些。然后那时候我在旁边看了以后，我就跟城隍爷讲，我说因为姐夫最近很精进，然后也开始发心在做很多的事情，那他自动自发去做了法会，那希望说可以多做一些功德来还给他所欠的这些人。那这个是发自于他内心自动自发去做的。他们也有说他还需要做其他一些东西，后来我有跟姐夫验证，那后面的东西姐夫自己也有植碑，也有确认确实是这样子。所以不是说你今天你想做什么，然后我自己说了算，而是你今天你在做的这些事情要对方他能够同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当初是怎么对人家下了什么样的死手，然后人家那一口怨气不见得他就要放下，你忘记了，那我让你杀了，那千刀万剐，我就活该要让你这样子嘛。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就是把这些仇恨放下的立场，对方他也愿意去扬升，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做功德，一起往好的方向走，就是讲到让对方同意，那很多的事情慢慢的就会有所转机，然后我们在转送功德或者是跟对方结冤释仇的部分就会相对的比较容易一点。透过合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让事情更加高效。在执事的过程中，理解沟通的重要性，就像建构桥梁一样，能够确保任务顺利进行，避免误会与困扰。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实现最佳结果。以上是真源师兄姐分享，有任何问题，欢迎洽真源官网。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
开启提醒小铃铛。感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